大家好，我是九九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千层螺旋酥的做法。跟我之前介绍的彩虹螺旋酥相比，今天要做的单色螺旋酥做起来容易得多。下面我开始分步骤和大家演示制作过程，还有制作技巧。现在来做水油皮，在165克中筋面粉中加入30克白糖，再加入15克全蛋液，再分次加入55毫升室温水，把面粉搅成絮状，揉成一个面团。现在往面团里加入60克的猪油，也可以用同量的黄油来替代。要把猪油揉到面团里，刚开始面团很粘手，这是正常的。大概揉个5分钟就可以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。用保鲜膜把面团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。现在开始制作油酥。125克低粉中加入75克的猪油，把面粉和猪油用手抓捏成团。把油酥放入保鲜膜内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从冰箱取出松弛好的水油皮，现在要把水油皮揉出粗的手套膜，采用反复推搓和摔打面团的方式，这样可以促进面筋的形成。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搓出粗手套膜。把面团整理成型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。现在给油酥面团上色，在200克的油酥面团中加入30克的紫薯粉，把紫薯粉揉进油酥团中。这个紫薯粉是我自己做的，所以做好的成品表面会有不多的紫薯粉碎屑。上好色的油酥团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从冰箱里取出松弛好的水油皮，经过半个小时的松弛，面团已经自己形成一层薄薄的手套膜，根本不需要再揉搓。出手套膜的目的是为了让螺旋酥的成品层次更加清晰分明。把325克重的水油皮搓成条，均分成6份，每份重54克。把每个水油皮剂子搓成球，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从冰箱取出230克重的紫薯油酥团，今天要做12个螺旋酥。把油酥团搓成条，均分成6份，每份重约38克。把分好的油酥团搓成球，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边上备用。从冰箱取出分好的水油皮剂子，暂时不用的剂子用保鲜膜密封好，以防干裂。取一个水油皮剂子，用手掌压扁，包入一个紫薯色油酥团。包的时候要用大拇指把油酥团压紧，避免包好后产生气泡。收口处一定要捏紧，密封严实。全部包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从冰箱取出松弛好的面团，把面团从中间向两端轻轻擀开，擀成一个长约32厘米的牛舌饼。把擀好的饼皮从一端卷起，一定要卷紧，要把接口处按紧。把卷好的饼皮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15到20分钟。从冰箱取出松弛好的牛舌饼卷，再一次把它擀开。有2种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可以让做好的成品产生不同的起承样式。第一种方式是再次擀成32厘米长的牛舌饼，要从中间往两端擀。把牛舌饼从一端卷起，卷的时候一定要卷紧，封口处要按紧。右边的成品是用刚才那种方式做出来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演示左边成品的做法。左边成品的分成是从底部直接开始的。这个方式的区别在于，
把牛舌饼擀到25厘米长时要停下来，把牛舌饼稍擀宽一些，像这样纵向对折饼皮。再把饼皮擀成长度约为32厘米的牛舌饼，把擀好的饼皮卷成卷儿，用保鲜纸密封保存，放入冰箱冷藏松弛15到20分钟。因为猪油大概在35度开始变软融化，把面团和面卷不断地放到冰箱冷藏松弛，是为了降温，在操作时不容易漏油破酥。现在准备千层酥的内馅儿。把各重240克的紫薯泥和芋头泥混合搅拌在一起。今天要做12个螺旋酥，每个内馅重40克，把馅儿搓成球备用。现在开始包馅儿。从冰箱里取出松弛好的牛舌饼卷，用锋利的刀均分成2份。从切面可以看出层次很丰富。剂子切口朝上按扁。再把剂子翻个面，确保螺旋纹圆心在正中。盖保鲜膜是为了防止把饼皮擀破，要把饼皮的边缘擀得稍薄，方便收口。擀时要把饼皮翻过来检查，确保螺旋纹圆心在饼皮正中。把饼皮擀到直径12厘米左右。包馅时确保饼皮切口面朝外，还要确保螺旋圆心在顶部正中。这样一个螺旋酥重约85克。包好后，把螺旋酥整形，尽量搓成一个圆球，尽量让螺旋酥的圆心在正中顶端。包好的螺旋酥在烤之前要用保鲜膜密封好。把烤箱预热到摄氏175度，华氏350度。把烤盘放入烤箱中层，我烤了27分钟。烤到15分钟时，在螺旋酥上面盖上一层锡纸，以防螺旋酥表面上色过重。这是刚烤好的千层螺旋酥，螺旋层次非常清晰分明。高温烘烤使得它的颜色变浅，显出一种淡雅的紫色。这是一款既有颜值又有内容的小点心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家国99，我们下次再见。